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4位情感导师的人生智慧，看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。来了解一下对这个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的妻子是一个另类的鸡娃妈妈，她给孩子安排的未来我不能理解。每天上一些表演课、声乐课，能有什么前途？时代不同了，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更注重文艺培养。孩子有这方面天赋，当然应该因材施教，而且读书也不一定就有好的未来。他仿佛只有母亲这一种角色，在家对我视而不见，我的请求经常得不到满足，我的身体不舒服也得不到关照。难道我只是这个家的赚钱工具吗？快40岁的人了，总还求助别人，未免有些矫情。成年人应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而不是迁怒身边的人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薛先生37岁，来自沈阳，公司销售，有请。江女士40岁，来自沈阳，公司文员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孩子多大？11岁了。男孩女孩？男孩。男孩啊，对。鸡娃的妈是吧？对。你受不了了？对。今天想来说一说。对，我想控诉他。控诉啊？控诉就算了，说就得了嘛。他给我的报的班就是鸡娃到什么程度啊？报的班全是声乐呀、表演呐，然后一系列全是课外的活动，跟文化课根本就没有关系。哦。然后甚至请假呀，还有是周六周天休息呀，就全带出去拍摄了。而且我不瞒您说，我儿子拍摄的片酬，他拍一次200-300块钱，现在片酬将近3万块钱了。你说他得拍多少？我算一下啊，150次得。对呀。哦。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，因为你看双休日的时候，别人家也在补课，其他孩子补的是文化课，但我觉着小学不需要补文化课，对吧？学习习惯好了就可以了。是。然后孩子吧，在表演这方面有天分，那我挺有天分的，我就都看出来了。对，因为他挺社牛的，然后每次出去拍摄，导演对他也挺赞扬的，主要是他喜欢，那家长你就支持他呗，是，对不对？又不用咱们付出太多的东西，你就是搭点时间。你现在说文化课你都掌握不好，将来你再有表演才能有什么用啊？你将来考表演的学校啥的也需要文化课呀，文化课不过关你也录取不了。他刚小学5年级，你就给他判死刑了，你就觉得他就不行事了。但是5年级，我感觉5年级挺重要的了。您现在到底的焦虑是来自于说，孩子课外课的方向上的有问题，还是来自于课外课妈妈选择的太多呀？上课外课不是多，是他把有的时间都用在这种拍摄和上课外课上了。就是我想带我儿子出去玩，基本不可能，没有时间，一点时间没有，除了拍摄就是上那个课外课。孩子的成绩怎么样啊？成绩1、2年级还好，现在5年级严重下滑。你在楼下跑着玩也是玩，对不？他有这种拍摄的机会就去，他接触的都是成年人，锻炼的也不一样。再有一个就是，这种我们都是平民家庭嘛，都是公司职员上班的，报这种课报那种课1万几千的，然后我还有还着房贷车贷，就是我儿子1个月的学费就要好几千。几千？3、4千。哦，你们家庭收入是多少？我能1个月比他多点，我能挣1万多块钱。哦，他呢？他最近刚上班，刚上几个月班，现在好像1月4千。哦，那还可以。之前不上班，之前都是靠我一个人，就是经济压力比较大。经济压力大，那你就努力多挣点呗。那你不能因为没有钱了就啥也不学了。谁家不是在努力呀？我也在挣钱，我不是说在家待着，我就整天陪孩子游山玩水，那行你不开心。我也在挣钱，我也在上班，然后回来了我也照常做家务，还得陪孩子，我都没用你出去陪他，你还有啥可抱怨的？但是你想没想过这种压力特别大？你考虑过？你知道大家现在房贷一月还多少钱，车贷一月还多少钱吗？行，房贷还多少钱？这不需要我知道啊？这什么？我的钱都交到家了，我还知道那么多干？我还得管孩子，我还得管家，我还得管你，我都管，我要你干啥呀？我膈应过呗。天哪！
就是我们结婚14年哈，我不瞒你们说，我们是月光族，没有1分存款，给我造成家里的就压力特别大。我父母还有病，然后呢，我现在说，如果我妈真有病，我1分钱拿不出来。我这钱我又没乱花，说我今天买个名牌包，我明天买个名牌衣服，就这点工资，你还整天穿名牌，那行。行，听明白了，妈妈反正绝对是有道理的，正义之师，对吧？钱没花在我身上，花在你儿子身上了，是吧？我属实没花，我的衣服就180块钱呢，就这点钱我已经很精打细算了。我觉得我做一个妻子很合格。行，还有啥？还有就是我们家庭的聚会呀，每年不是家庭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啊，在一起吃顿饭，就是这么多年了。我媳妇和我儿子一次都没参加过，就是我一个人去参加啊。人家是90口人都在一起说，哎呀，就你家就一个人，哎呀，你媳妇挺忙啊，你儿子咋这么没时间呢？然后给我造成挺尴尬的。哎，这为啥呢？我觉着亲情是双向奔赴的，你不能有那种思想说我是长辈儿，你就得绕着我围绕我走。那你是不是你明知道这些年，你也说10多年了，那明知道我们家事儿多，对不？说我们家孩子安排的满，那你之前你不会问我吗？比如说5一放5天假，哎，你们家哪天有空，咱吃饭哪天都行。不，从来都是通知你哪天哪个时间你到位就行了。我们也有自己的事儿，是我也想陪着你，对不？大家全家乐乐呵呵的，对不？但我没有那时间，你也没考虑我呀，你也不想让我去，你想让我去，自然你们会有人征求我们意见，没人征求，直接通知你到位就完事儿了。就是孩子奶奶想看孙子一面，就是5一11，除这拍摄就是拍摄。对，那行呗，那就是说，如果说是这样的话，他们聚会不去，您把时间腾出来带孩子去看看，是不是也行啊？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在奶奶家过。平时那你说这个东西不能啥时间都围绕着你家，那孩子他确实需要这个机会。你上课的时候不能请假啊，你放假了还得去走亲戚，那你没有时间，人家导演等着你，你今天空了才拍呀，是不是不可能？不，我要打断你一下，他有个微信群，老给我儿子找那种什么拍摄，咔咔咔咔咔就给我儿子报名，完发摩卡，咔挨个找，没事就找，没事就看。之所以我这么找，就是因为他不够出名，够出名，人家导演就主动来找你了。那我们不得看吗？我们不得看哪个适合咱？哎，我报个名，能不能被选上？你就想让我儿子原地成个大明星，然后你当他的经纪人，完游山玩水，天南海北的飞，这是你的理想。还有就是，他现在在生活中只有母亲的一个角色，他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。咋回事？就是我生活当中吧，就是我比较累，我没时间就是买东西嘛，然后有一次我让他给我买内衣内裤，妻子给老公买内衣内裤不过分吧，而且他就说了一次，就当耳旁风一样，而且自己的快递哈，10个8个包裹，他老多开始往屋里滴的，唯独全是他和我儿子的，我的一件没有。那你不是没有时间，我觉得这事儿吧，他就有点较劲，你知道吧？那如果他真不会买，我就不睡觉贪黑，我也上网给买了，对不对？他自己比如说什么，我今天喜欢个手机壳啊，我一个车载香水啊，什么摆件啊，喜欢的都能买。那为什么这个内裤，咱就拿这个打比方，你自己不能买呢？你非得等着我，哎，你给我买，我就等着，我看你啥时候给我买，是不是较劲？不是撒个娇嘛。多大岁数了？40多岁过日子，一天鸡毛蒜皮老多了。人家才37。40还不到呢。你在3岁和6岁的时候差3岁差得多，这中年人差3岁还多吗？中年人就不需要关心了。我没不关心他。他的重点是你没在意他的需求，是吧？对。重点不是内裤这件事儿，人家就。我在意了。那你有空在那瞎扒拉的时候，你自己都不买，我都已经忙得脚打后脑勺了，你还搁这跟我较什么劲？就得我买。而且我还想说，他根本就不心疼我。不心疼这个老公，就是有一天周6嘛休息嘛，然后我就是起得比较晚，然后我平时我都做早饭，就那天早上我没做早饭，然后他跟我儿子就是擦地，就是情绪特别不好，能感觉出来，哗哗哗动静特别大，然后呢，我儿子说妈妈一会儿我想去玩会儿去，下楼，他妈说玩什么玩，一会儿就走了，完了我就蒙圈了，我说要去哪呀？都去哪？学习呗，能去哪？就是那种特别生硬的人，然后呢，带我儿子转身踹门就走了，可能是因为没做饭吗？带儿子下楼吃去了。我1个星期7天，我上6天班，就周日休息。我早晨边管孩子边打扫卫生，你像个大爷一样往那一躺不起来，
啊，你是觉着休个礼拜天了，那谁不想歇礼拜天啊？我是出去逛街了，我是不是带孩子出去了？你就躺那问干啥去？干啥去？我回答好几遍，听不着，我不得大点声？我大点声，态度又不对了。态度和大声谁都看不出来，我也不是傻子。就是你态度啊，大声说啊，我一会儿带我儿子去学习或者怎么样，我带我儿子学习呗，能干啥？那谁听不出来是态度不好啊？不是，我很好奇的问一句啊，那这周六晚上你们夫妻都没交流一下，说明天早上要带孩子干嘛？这不都正常的吗？夫妻嘛，晚上的时候躺在床上都聊聊天。哎呦，明天活还挺多的，我们要干嘛去？干嘛去？干嘛去？不，我们现在分床睡。现在为啥？他嫌北屋冷，因为我们是房子是南北通透的嘛。啊，完了需要上南屋去睡。为啥分房？属实是冷啊，属实是北屋冷。不是北方我们在沈阳嘛。那你为啥没去南屋呢？我的意思是，那我儿子在南屋，我住不下呀。他跟我儿子在一起住。不是你跟11、12岁的儿子住一个屋，不跟老公住一屋啊？我不是一直在那儿住，就是停气儿了以后，屋里特别的冷。今年我属实是挺不了，就是盖着被都觉着风特别大。然后我跟我儿子在一个屋住，那没有别的屋了，我不能上客厅住啊。不是，那您这个思维是有问题的。我买个电暖气就解决了。我要想跟他住一屋的话，我买个电暖气就解决了。为什么不买电暖气呢？那对你得问问他为什么不把北屋的地热修一修啊？那更能解决了。他也说了，您说的是停气啊，您这矫情啊，您这嘴可真厉害啊！冬天的时候也比较冷，我都忍了。这要是稍微的那个跟不上您的节奏，就给您带到坑里了，啊！这不是带不带的问题。我就不想跟他住一屋嘛，你就直着说。现在他看我可比较反感了，那我看出来了，眼不见心不烦那种的。我感觉出来对我特别冷漠啊。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，为什么是儿子住在南屋，不是父母住南屋呢？原来我们是住在南屋，孩子住在北屋的。北屋那个阳台后扩出来，那后扩那一块是没有暖气，没有地热，就冷。不是特别冷，不就想办法改善吗？所以说这个是不是他的事儿？这个事儿还得我去想，我什么都想，我哪有时间？我没有空了。您就说他不作为是吧？哎，对，每天回来了就躺着玩手机。行，咱以后就作为呗。我还想怎么作为呀？补习班我带去，饭我来做。你手受伤的时候，我都不用你洗衣服，我来洗衣服。我也跟你一样，我也是正常上班。我就周六周天休息我还带孩子上1天课，周六3节课，周天3节课，我基本就没有休息。我还想怎么替你分担？培训的时候是您带的，对，一直我带。拍片的时候，对，是妈带的，对。而且下班了，下班他是做饭，这个我承认，因为我到家晚，我到家最早都得6点半了。那他回来的早，他4点多就回家了，那你还坐在那等我做饭，就有点过分了吧？剩下其他你说你干啥？你除了做饭，油瓶岛都不带扶的，啊，做完饭了往那一躺，啥都不管了。那你要是平时的时候，就咱说是现在我前段时间手受伤了，他洗衣服了。在我手受伤之前13年，你除了洗脸，你碰过水吗？啥都我洗，袜子。只要我就假如说我不在家，你要有7天不在家，袜子就换7双放那放着。就有一次咱俩争吵，给我气迷糊了，完上医院去检查，说我高血压。37岁就高血压啊？对呀，然后我也挺震惊的，然后他感觉他满不在乎，他就说哎高血压你不正常怎么的，你就吃能吃能喝的，怎么这么老胖？然后高血压，然后他正常也是还跟我争吵，就是我感觉我挺心寒的。你血压高自己控制呗，你30多岁了还得我觉得你血压高，我得安抚你，你少吃点油腻的，你少吃点大油的东西，你自己都不注意，就指着别人，得让着你，得迁就你，你心情得好了，心情舒畅了，谁不想心情舒畅啊？一天就这个几个时间，我下班了马不停蹄，我进屋，虽然我不做饭。啊，那我马上放下衣服就得干这干那的，我还得有时间坐下来安抚你，你开心不？你快乐不？不是你干啥呀？回家不收拾啊？你不擦地呀，不擦灰，早晨没有时间擦。你吃完饭不刷碗呐？你还得给孩子检查作业，你还想陪孩子下楼溜溜弯儿。一共有几个小时啊？你还得保证在孩子睡觉之前把这些事儿做了，甚至晚上晚饭刷碗，我都等孩子睡觉以后干。你说10点能上床都是最早的。你咋不想着关心我呢？一周上6天班，还得照顾孩子，还得照顾家，媳妇儿累不累？媳妇儿难不难过？都指着我关心你。那我还不够关心你，我能承担的我都承担了，我就差当保姆了。
你都干了些啥？那么多抱怨，说出来，快！他手受伤，我又洗衣服做饭。别说手受伤，然后你说地我是不拖，但是那天我说买个洗地机吧，这家伙他就说啊，你买洗地机我回来我给你咋那么老贵？有一个洗衣机，因为我手受伤了嘛，东西就多了，袜子分开洗，内裤分开洗，浅的深的都分开洗，他就觉得费事再买。我就受伤这几天，你买了你得投入吧，本身你都压力大了，你就想自己轻巧。然后买一个，再说你又放哪儿，又没地上，又花钱。过两天我手好了，也不用你了呀。好，听懂了。这老公还用不用吧？您直接给句明话。那就反正在你眼里这老公没用嘛，您还用不用？那所以说他教。所以说什么呀？10几岁的男孩需要你这样吗？不得自己提出来吗？有些事儿不应该跟爹聊了吗？天天跟你腻咕在一起，好吗？他爹不跟他聊。好吗？是他爹不跟他聊，还是他爹没机会跟他聊啊？他爹如果不负责任的话，为什么一天3个这个课外培训班是他爹陪的？拍戏的时候你去了，培训的时候这个在培训，是真话吧？是真话吧？啊，就平常训练的时候全是爹跟在旁边，出去出风头的时候妈来了，哎呀，这个导演您社交好啊！我好多家长我都不愿意说，你知道吧？完全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利，把孩子给弄坏了。我们就碰到过这样的事儿。搞培训，不是看孩子学了什么，他根本不在意你教孩子的什么，他们最关注的，老师，孩子能在哪儿露个脸啊？老师能不能在电视台播出啊？老师那个你认识导演多，你能不能让我们孩子在某一个电影里面出个镜啊？有什么意义吗？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锻炼他一下。锻炼啥？比如说社交，比如说。这跟社交有关系吗？这是工作，这不是社交。没有像他说每个周都去拍。我想带我儿子出去遛弯或者溜达，就是假如说上哪个公园玩，就全是课，全是这种课外课，就是不拍摄也有课外课。你看，就是周六周天上课，我都一带2天，就没有时间说带搞一些亲子活动啊。其实挺可怜，妈也可怜，妈可不可怜？妈可怜，一个女人把自己所有的关注放在了另外一个生命体的身上，其实挺可怜的。爹也可怜，可不可怜？也挺可怜的。这爹还算好。没向外，心还留在家里。这要向外了，你可咋整？当然你会说滚，你没啥用。看不见呀，他的付出你看不见呀。他也不付出啊。行了，我没什么好说的了，我没什么好说的了啊。那个你们听听老师说吧，我说的我是没有生活的人，对吧？我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，我听不懂。对啊，老师总是听得懂的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孩子当然可以去适当的参加课外的培训班，但是您的功利心很明晰，您就是把孩子当成了实现你自己梦想的一个工具。恕我直言。您认为您很伟大，把时间全部花在孩子身上，我就是为了孩子成长。孩子需要关爱，需要你们2个人的关爱，但是作为丈夫，他也需要妻子的关爱，当然你也需要他的关爱，这是相辅相成的。但是你们家这个落差太大了，你现在已经到了不顾一切去培养孩子当童星，往这一条路上去走，但是没有去想，这个家如果因为你这样的一些行为，你这样的一种状态，丈夫最后真的忍不了了，这个家就瓦解了。我希望你能够看到你们家庭现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状况，真的，丈夫焦虑，儿子疲劳，赶快的把孩子拉回来吧，这对孩子是有益的。谢谢。谢谢博宏兄。严老师，我从2点跟女生说啊，因为我儿子比你儿子才大4岁嘛，你儿子现在所经历的我都经历过。那我的小孩从小也会去上很多所谓的培训班，但基本上都是以他的兴趣为主。我孩子也参加过表演，一共参加过2次，也拍过1次戏，演过1次话剧。我觉得那是让他见见世面，看看舞台，但那不是他培养他艺术造诣的舞台。他真正培养他的兴趣，对音乐的兴趣，我们从3岁弹琴弹到现在，
你知道核心培养的，除了终身兴趣爱好，这还是其次，最重要的是爱的能力。你的孩子根本没有爱的能力，因为在这个家里，他和他爸爸之间都没有产生一个好的爱的连接。爸爸说什么不算呀，我家我妈一手遮天，不需要跟爸爸交流。这个家里只有一个女性，没有男性的力量。小男孩最重要的这个年纪，还真不是妈妈天天陪着，是男性的榜样的力量。在你心里就是你爸你爹没用，有什么用啊？不就周末开个车送你去培训一下，关键时刻都是你妈，男人太没用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儿子现在心中就是这样的。如果你继续用这样的方式培养他，将来他就不爷们儿，你不信走着看。第二点我要跟你说的是，你40了，大姐，马上孩子，我跟你说，我儿子现在15岁，根本不需要我，但是我很开心，我儿子自己做饭，自己打扫屋子，自己学习，自己社交，完全不需要我。我就可以去做所有我爱做的事情。其实我也经过一段时间，很低落，他怎么不需要我？但我现在很自豪，很开心。我觉得他有独立生活的能力，他是一个小男子汉了。所以，这从孩子的角度讲，他会成长。你马上就很可怜，你太惨了，我都看得到你的未来，没有兴趣爱好，10几年了围着儿子转，不看老公。他再过2年青春期开始，你就是最烦的那个老巫婆。你记住我说的话，培养和老公的感情，放手儿子，培养自己生活的乐趣。所以你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，这是为你好，为你孩子好。谢谢杨老师，来珊娜老师。家庭关系当中，夫妻关系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当夫妻关系出现问题，这个家庭就出现了大问题，亲子关系一定会产生更大的问题。老公让你买内裤，他真的是让你给他买内裤吗？买内裤是一种亲密关系的体现呀，他怎么不让别的女人去给他买内裤啊？哎，你可别挑这事儿啊！真买了就麻烦了。对，这就快了，这不是我挑事儿，马上了。但这真是你逼的，所以我就觉得听到你说那个说你怎么那么矫情？内裤你不会自己买吗？是啊，他当然可以自己买了，为什么让你买？这是夫妻之间最亲密的关系，谁能给他买内裤啊？这件事情你都不愿意做了，那你真这个老婆也不用当了，你压根儿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兴趣了。你让儿子看在眼里怎么想呢？你还让他去当演员，演员是在演吗？演员最重要的是用心感受，他从小连亲情都感受不到，请问他怎么演情感戏？什么都不懂，天天就害孩子。你有没有想过带你儿子去拍那些东西，到底是孩子感兴趣还是你感兴趣呢？他本来是一张白纸，本来未来如果真的好好培养，有可能走上与这个相关的行业，但是就在你这样的从小把他带进这样各种各样的剧组当中，他现在已经这张白纸上涂满了各种各样的颜色，他想再回到一张白纸是不可能的了。这是我最难受的地方，就是一个妈妈什么都不懂，把孩子害了，还以我的孩子现在学到了各种技能为荣耀。你和你老公的关系，你爱怎么样怎么样，因为这是你的人生，你愿意过就过，不愿意过就不过。但是你不能害了孩子的未来，不能毁了孩子的人生。就说这么多，谢谢。谢谢珊娜老师，米娜老师。11岁的小男孩，其实不管你用多少课余时间带进组里，他依然在学校的时间最多。为什么我们总看到童心慢慢的都消失了？因为当童年我们大量的时间在往外放，在被剧组、被成人的这一些事情感染，而没有在进行自己内在的填充的时候，后继无力了。我们也有一些优秀的童星，比如说当年央视《西游记》里红孩儿的扮演者赵新培，他演完红孩儿了以后啥都不干了，回去好好的读书了，再也不演戏了。后来他做什么了？社科院博士，现在又是一个成功的这一个商人。对于他来讲，他已经在自己的通过智慧也好，学识也好，他探索出来了自己人生的路。童心只不过是我这一棵大树上长出来的一颗小枝丫而已，它使我的人生更丰富、更自信，知道把我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去，我都可以应对而已。谢谢米娜老师。如果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，你们俩的关系完蛋了。其实这个世界对孩子来说就是坍塌的。
我们也很少见到一个男人会发出这样的抱怨。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他是在意这个家庭，他是在意你给予他的感受的。您的问题当然很多，但是今天不以此为主。当你看到一个在婚姻当中特别厉害的女人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们家的男主人是没有力量的。当你看到一个非常温柔的女性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一定知道在她的亲密关系里，或者在她家庭关系里面，有一个特别有力量的男人，就是他是靠得很舒服的，他不需要去张牙舞爪的去挣脱、去束缚。所以你想怎么增加力量，其他的没有了。好好说说吧，我觉得你们俩可能连温柔的说话都不会了。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既然来到这个节目了，我希望你呢以后能改一改你这身上的毛病，多给孩子一些时间。希望你自己反思反思老师们说的话吧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哎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哎呀，预测一下结果吧，会出来对吧？当然，这个妈妈她的人生目标就是把儿子培养成别人家的孩子。其实你就是咱们客观的说，既恨又怜，就是它代表了现在一大批中国女性、中国母亲多不容易。你说累不累？真累死了。效果好不好？效果真是糟糕透顶了。但是他刚才说了，或许我自己错了，这个不容易，所以肯定双出。严老师，这肯定双出啊，肯定双出。我就是希望今天真的对他有一些启发，别再去那些的剧组了。肯定双出啊！就希望女人别把自己的焦虑和野心投射到丈夫和孩子身上去，有焦虑有野心就逼自己好了。来，看看他们双不出啊。这个结局是大跌眼镜。我猜不出心里的动因是什么，背后的动因是什么。女生我能理解，就是我的认知就是这样，你们随便说。男生到底是什么？没想到，是因为我们说，我这么觉得是可能他们俩都觉得现在的状况确实非常不好，回去反思一下。我觉得其实现实生活里面的结局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推导这个结局、为一个结局做决定的时候，人的那个思考才重要。如果妈妈觉得就是错了，不出来，回家再去致歉，也是一种方式，不一定两个人非要牢牢地握着手，一起往错误的路上走，分开，向正确的方向走，也许对他们、对孩子都是更好的选择。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已经在一起4年了，从青春懵懂到现在该成家立业。按理说不结婚是很难收场的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没办法下定决心嫁给他。我真的非常喜欢他，也很宠他，非他不娶。虽然我们还年轻，但我也想给他一个更好的生活和将来。他家里那些不靠谱的亲戚和他做事不和我商量的性格，让我望而却步。他的控制欲和他的不尊重，让我对我们的爱情逐渐失去信心。我在非常努力地找工作，争取早日买车买房娶她进门，而他却打了退堂鼓。是我们的爱情变了，还是他变了？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张，22岁，来自天津待业；小王，23岁，来自河南待业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咋认识的你们俩？我们是在小饭店打工认识的。哦，谁追的谁？我追的他，追了多久？追了将近半个月吧。才追了半个月啊？哦，那好了多久呢？好了4年了。今天来是？他想跟我分手，我不同意。为啥呀？因为他没工作、没存款，还有一群不靠谱的亲戚，然后我就是觉得没必要跟他继续在一起了。不是，那你有存款吗？我们2个之前是有存款的，但是已经都被他造完了。哎呦，
这姑娘现在是绝望了，是吧？对，来说说发生了一些什么，好不好？啊，因为我们两个学历本来就比较低，然后存钱又特别困难，然后他就是花钱的时候也不跟我商量一下，然后就自己私自买了一辆车，结果被骗了。买的什么车？买了一辆2手车，花了多少钱？花了2万5左右。怎么就被骗了？还是被他亲堂哥给骗的。当时买车不是觉得找熟人比较靠谱吗？更何况他是我堂哥，怎么可能会骗我呢？然后钱我就给他转过去了，没想到他还是把我给坑了。现在我也很努力的要这笔钱，放心，我钱一定会要回来的。关键是我不相信他能要回来，这也不是第一次被骗了。前几天他又买了一辆车，又被骗了。又买一辆车？对，这找谁买车？找的是2手车商。那这次怎么会被骗了呢？车虽然发过来了，但是车况特别不好，根本就不能开。当时我买车，不寻思着我堂哥骗我了吗？我不再找他了，我又从别的地方找到一个车商，然后他是说这车也挺合我心意的，我就把钱给他转过去了。他是从外地发物流发过来的嘛，然后发现货不对版，那车根本就开不起来。不过这个已经在走法律程序了，这钱也肯定能要回来，这个请你放心。这是多少钱？这个2万5左右。不是，你为什么非要买辆车呢？我就没搞清楚。我买这事儿我特别困惑，你知道吧？这玩意儿就跟车干上了，就说哎，我这个被骗了，我再来。这我们碰到了很有执念的人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我就要买一辆车，我被骗了，我再买一辆。不，在后面的讲述里没有第3辆车了吧？有，他现在还有第3辆2手车？不是，第2辆是没被骗，第2辆是我跟他一起买的，然后现在他在开这一辆，一共买了3辆。一共买了3辆车。对。这个第2辆车是被车商骗了，是吧？第3辆车是我们自己开的。2手车。对。花了多少钱？花了1万吧，在闲鱼上，然后找的个人买的。哦，哎，我就好奇怪啊，你们俩反反复复折腾这车干什么？为什么要买个2手车？是说买个2手车，货拉拉什么的吗？还是怎么了？不是，他摇到号了，然后占个标。哦，是占标的。行，这就是觉得这23岁小伙子不成熟是吧？对。买一车能被人骗5万块钱。对，而且他还有一群不靠谱的亲戚，老是找他借钱，然后他自己的工资一共就这么点儿，他还得支援着他全家。你一个月收入多少啊？4000块钱左右。现在待业多久了？待业近1个月了，我一直在找工作。哦，然后支持全家是指支持谁呢？有几个远房的亲戚嘛，人总有落难的时候，他找我借钱了，我手头富裕，我就借给人家了。关键是他手头也没多少钱，然后一点都不考虑我，因为那里边的钱也有我的一部分。因为我2个的钱是换成现金存在一起的。哦，你们俩的钱还存在一个账户里？对。谁管这个钱呢？放我这儿的是。所以人家那么信任你，把钱给了你，你还把人钱给瞎花了。然后他还特别没有担当。啊？怎么了呢？之前我们2个一起去无锡打工，他就是因为一些事要回天津，就把我一个人抛在无锡，自己买了一张票回来了。当时自己一个人在宿舍特别无助，然后想跟他打电话聊聊天，但是一共没聊几分钟呢，他就说他父母想让他早点睡觉，然后就给我挂断了，也不搭理我。你带着人家到无锡打工，人家干活你跑回来了？对，因为当时什么玩意儿？你这还对呢？你这。当时票比较难买嘛，我就先买一张，我自己回来了。那不是应该先让他回来吗？苦。因为是在天津，那时候我们还没见父母呢。那你更不应该回来了呀。家里有点急事嘛，我就自己买了一张票，先回来了。不过后来我又把他接回来了，还带着他旅游，放松心情。我一点都感受不到他喜欢我。然后也感觉不到他哪对我好。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当时在养猫的时候养了20多只猫，我也同意了呀。你养猫这每个月猫2000，都1000起步，我也没说什么。上次我去你家的时候，你还不收拾家，那猫都在猫砂盆外面上厕所了，这还是我帮你收拾的。那不是因为我工作比较忙吗？还有我在我自己家养猫，需要你同意吗？不是，你怎么会养20多只猫呢，姑娘？
我自己喜欢猫，然后养了1、2只，然后朋友捡着的流浪猫也会放在我这养着，久而久之就变成20多只了。你现在还有多少只猫？现在算上朋友寄养在我家的，一共还有4只，也算上我自己的。哦，还剩4只是吧？对。哦，还好还好。20多只只是最多的时候。哦。而且我也不是说经常不收拾屋子呀，我也经常收拾，只不过是因为我工作太忙了，实在没时间。正好他那2次来找我，然后被他看见了，他收拾了一下而已。现在双方父母见过了吗？我见过他父母，他没见过我父母。见他父母的那时候也让我比较生气，就是我们一起吃饭，然后他没吃几口呢，然后他就走了，然后留我一个人在餐桌上应对他父母。为啥？当时我已经吃饱了呀，我还留在餐桌上干什么？我走了之后，我想让你跟我父母多聊聊天，多熟悉熟悉彼此嘛。关键是我这个人本来就内向，不爱说话，你让我怎么跟他们聊天呢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那你就不能留在餐桌上缓解一下我的尴尬吗？对不起，我一定会改的，请你原谅我。而且他的控制欲还特别强啊，说说控制欲啊。我奶奶就是比较疼我，前一段时间想我了，想让我回家多陪陪她，然后我就回家了3个月，在这期间她一直给我打电话发消息催我回去。然后我不愿意回去，然后他就给我开视频，拿镜头对着猫，然后要剪我猫的胡子。当时真的特别生气，当时我就差点跟他提分手。当时我不是想跟你开个玩笑嘛，想让你早点回来多陪陪我，多照顾照顾猫。你说你走这么长时间，我不想你吗？走了多久？将近3个月。那你谈恋爱，父母知道吗？暂时不知道。为啥？因为我父母不想让我找外地的。不管是什么人，只要我找到外地了，他们肯定不同意。怕你远嫁是吗？对。家里几个孩子？家里3个妹妹，2个弟弟，算上我6个。你是老大？对。你提过去见他父母吗？我说过，毕竟在一起4年了，我还是想见见他父母啊。关键是，他已经把钱都造完了，买车都费完了，他现在已经没有钱买新车去见我父母了。你放心，这2笔钱一定会要回来的。我觉得我们2个没必要在一起了。你父母知道你现在在天津的生活状态吗？知道，我妹也在。你妹在？那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个什么状态？就是在找工作，然后想着努力存钱，然后跟他分了。努力存钱的目的是什么？过好日子。你为什么不跟人分手啊？我舍不得他，毕竟在一起4年了嘛。那你对他好点啊？我觉得我对他已经够好的了。你怎么对他好了？他当时养猫的时候我也同意了，20多只呢，那是一般家庭能养的吗？对，你除了同意他养猫，你还为他做了什么？我每天还接送他上班呢。还有呢？其他没有太多。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跟你分啊？我觉得他太势利了。势利？那根本不是因为一点钱就想跟我分手。那你家里有那么多不靠谱的亲戚，找你借钱从来没还回来过。他要是不乱造，现在都能买一辆新车了。我也不想被骗呀，没想到。行，那就是说你不会过日子呗？人家有没有权利跟一个不会过日子的男人分手？有没有权利？有。那你为什么黏着人家？主要还是舍不得，在一块4年了，感情比较深。你对未来有打算吗？有，我打算好好。不会处理很多问题，又幼稚。但是你又那么爱，为什么你渴望好生活？好生活离你却越来越远，就在这个地方。他居然认知里面，生活最重要的就是钱。那你这一句话一出，显然你就错了。这男人没钱，你干嘛找他呢？当初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年龄比较小然后意思是现在成熟了，那个时候知道爱重要，现在我成熟了，知道钱重要啊。这能有幸福吗？不行，我得让这些老师好好给你们上上课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，听听老师们怎么说。来，包红兄。其实天下每一个女人都渴望爱情，都渴望婚姻，但都害怕受伤。女生认为在这一段恋爱当中，她已经受伤了，而且男生没有工作，没有存款，女生的恋爱观、婚姻观围绕的就是一个钱。她认为钱就是幸福，有钱就是生活。我告诉你，必败无疑。你以后
输得很惨。不仅是你的人生，还有你的婚姻、你的爱情。所以，男生，我真建议你果断、决绝的分手吧。即便分手，你也要上进，也要改变。以后用自己这样的一种改变，这样的一种努力，证明给他看，他今天的选择是错误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谢谢博宏兄，严老师啊。先说这个女生要和男生分手这件事情啊，我觉得这选择于老师不错呀，真的是对的，对的，真的是对的。从他俩分别两个个体来讲，我认为都是对的。先说男生啊，你别怪我说的难听啊，你就配别人和你分手。你20出头的年纪，不去脚踏实地的工作，挣钱本身挣不了太多，你嘚瑟啥呀？买个车，左一个不行右一个，要那个面子，不脚踏实地，不知道生活为何，你还追什么姑娘，结什么婚呀？距离那个还遥远着呢。也许这次的挫折，一辆车明明1万可以和你分手，我觉得这些对你来说是财富。真的，你才20出头，什么都来得及。如果你今天意识到说，我这从18岁长大出门打工赚钱开始，到现在，经过这2个大跟头，知道以后的生活要去有规划，要去谨慎，要去务实，而不是要面子，而不是为了追女生就满足她的虚荣心，也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去做不切自己身份的事儿，你就成长了，这是财富，好不好？好。女生，我跟你说啊，想要钱更多过好日子，我觉得没错，一点错都没有。谁都希望自己经济上可能更宽裕一点，物质生活更丰富一点，是每个人都想。但是钱不能代表幸福。当然，拥有更多的钱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会觉得自己稍微开心一点。但当你真的有你现在想那些钱的时候，你一样不快乐，因为你的人生没有一个你自己有底气的去拿到幸福的能力。所以先去把自己做一个更打开的女生，你其实今天都是勾着的，像你的背一样。你认为他没钱不跟他好，你认为有钱就会过得更好，这些都是误区，这都是你对人生错误的判断。所以先去修炼自己，去把自己的房间收拾整齐，把自己的工作理清楚，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。一个你认为和你匹配的，你认为优秀的男生自然会来到你的身边，所以你也没必要去踩低他，没必要去看不起他，也没必要说我分手还分不了，就大胆的往前走吧，做一个好姑娘就会找到一个好人家。谢谢。谢谢严老师，来莎娜老师。你们俩分不分手我都不关心，你们俩的感情怎么样我都不关心，关键是姑娘。现在这个年代了，居然还有一个女孩子是20出头的女孩子站在台上说好生活就等于有钱，这很可怕。哈，这很可怕，姑娘，你会让你掉下悬崖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要说学历低就怎么样，没关系，学历低没关系，我们学一门手艺好不好？我现在也有在学手艺，我对之前一直在学美容。好，没问题，学一门手艺，让自己多看点书，因为我们把在学校没有学到的东西，通过书本，我把它弥补回来，最起码让我这个人不用这么空洞，站在台上只有一个字儿钱。姑娘，我今天必须要非常非常严肃地告诉你，钱并不能给你好生活。钱并不等于就是好生活，记住了吗？谢谢莎娜老师啊，来米娜老师。就像我们每个人工作的时候，可能会希望薪水能够提升，我们希望自己付出的劳动能够被他人正视，能够得到相对应的价值。因为可能语言描述的匮乏吧，使您把我希望我能够过上更为成功的生活，我希望我的家人为我骄傲，我希望自己为我骄傲等等描绘，最后只浓缩成我希望多挣一些钱。这是一句朴实的话，我希望得到更多的一些，我也认为这是恰当的，只是怎么样可以得到更多。一般来讲，我们都会建议女孩子，第一个时间，
这就是有的时候恋爱啊，在这个阶段它是个包袱，谈起来太费事儿了。它不但妨碍我们可能自己制定的计划。在努力学习技能，他在提升自己，你呢？所以，当你站在这儿说都是我的错，我都错了，你原谅我，我们俩在一起好吗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你不但是个包袱，还是一个湿哒哒的包袱。女朋友已经明确地表示了，我想独自向前，我也不知道前方等着我的是什么，但我想努力一下。你在这个时候不就应该说好，我也回去努力。如果1年后或者2年后我们都还是单身的话，到时候我请你吃饭，你再来考虑我一下。如果年轻的时候都没有尝试改变自己，为未来的自己争取一次机会，没有这样的决心勇气的话，那么跟你在一起，日子已经一眼可以望到底。不但要穷，而且要永远为你当下的欲望买单。放了他吧。然后2个人道一声珍重，各自提升自我，专注当下。结论大概都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就你把这段感情不合适啊，推论的过程是不太一样的。这里面其实暴露出几个问题：他离开你，并不是你没有钱，他离开你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让他觉得可以依靠和依赖，在你的身上他看不到希望。我理解的对吗？对。你选择离开这个男生是没有错误的，是没有错误的。男生如果女生不选择离开，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，我觉得你选择离开他也是对的。你们俩是在一个更应该做其他事的年龄的时候，选择了一个你们不配拥有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叫什么？叫爱情。因为爱情太奢侈了，就这个东西太奢侈，易碎。我认同米娜老师说的那段话。分开1年以后，如果还单身，你们可以再谈。行了，没什么要说，我就觉得这本来不是一个关于恋爱的话题，我们谈的其实是成长，2个23岁的年轻人的成长。在这个成长里面，我们看到了人朴素的向好的那个心。我想追求更好的，你是想追求更好的，对吧？我觉得没有错啊，没有错，这是最朴素的、本能的，但是他没有方法。男生也想追求更好的，对吧？但是你现在做的不够好。接受，就谈恋爱一定要接受，你得认，人家不再爱你了，人家说要离开，你可以放手。有些人说我很执着，那你默默的去爱就好了嘛。能理解我说的话吗？不纠结了，来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你还记得咱们上台之前做的约定吗？如果台上超过半数的老师支持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就一起走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预测一下，博宏兄，就是他们2个人继续走在一起，也没有爱情了，只是一种习惯，男出女不出。哎呀，最好都别出啊！对，我觉得就是谈恋爱没有必要说我要等着你去成长成熟，就是人家也有权利离开，女生肯定是不会出来了，也不能这么肯定啊。我希望他不用出来。男生呢，我觉得你也别出来，真的爱这个姑娘的话，你成熟了再来追她。来，莎娜老师，应该是男出女不出吧？啊，最好都别出，我觉得。对，最好都别出。那就有一种可能，有可能都双出。啊，来，咱们看看他们自己有话跟他说吗？其实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回来的，我还是舍不得他的。谢谢你，请回。本节目由葵花药业独家冠名播出，修护胃黏膜认准葵花胃康灵。再一次感谢葵花药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
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